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是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深入的进入到我们的水元素，我们来看一下情绪当中感情里面的一个占卜主题，从他的内心来看你的重要程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非常深入的去触及到我们的水元素所以我们也今天请来了很多跟水元素有关的，比方说美人鱼，比方说贝壳，比方说我们的美人鱼神谕卡等等一系列的包括塔罗牌等等我们要来深入的了解，在你心中所想，在你心中所在乎的这个人，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心中你的一个位置你在他心中的一个重要程度，你在他心中的一个高度。我们今天的占卜呢是来看一个当下能量所以这一期占卜呢会以你点开这一期占卜的时间轴线为基准，来看在当下这一刻他心中你的重要程度究竟是如何的，你是否是他当下心中的 top one number one 这个第一最重要最关键的人呢？那如果是或不是的话，在他心里还有怎样的人，还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在他的心中，是在你之前还是在你之后，他所考量的，他所考虑的，他最在乎的又分别是什么呢？所以如果你对今天的这一期占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部分从他的内心来看你的关键重要程度。好，那这一期的占卜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依次是第一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第1组、第2组、第3组。好，那今天选牌呢，跟往期稍稍有一点点不同，就是除了我们的水晶宝石在我们的美人鱼的这个贝壳里面我们今天呢选牌是用了3个就是海中的贝壳来为大家做这样子一个能量的连结。所以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里面给你们选择的一个参照小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螺旋状的东西这应该是一个，这都应该是贝壳来的，都应该是那种海螺来的，但是这是第一个，你感觉一下这个螺旋状的你感觉像它跟你在能量上是否是有对应或者是有连接的呢？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尖尖的，对不对？螺旋状好，那第2副牌组的朋友，这里就是你们的一个贝壳啦，你可以看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还蛮经典。其实以前在国内也有看过这种但是还是非常漂亮。对，这个是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的一个贝壳。不过这些贝壳都是在澳大利亚这边我购买到的然后呢，第3副牌组的朋友，这里是这个贝壳，这个贝壳应该还比较常见吧？但是这个贝壳也是很美跟美人鱼当下它做的贝壳很像。这个就是平平的。好，这是第3组牌的朋友没有聚焦吗 ？OK， 好，聚焦了。行，那为了方便你们可以跟自己的牌组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和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宇宙的能量和信息。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从他内心来看，我当下的重要程度
究竟是如何的呢？请宇宙给我指引，我在他心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在当下能量看来啊，我是否是他心中的最重要、最关键、最在乎的第一名呢？无论是还是不是，请宇宙给我相关的人或者是事情啊，在我之前或在我之后，可能会影响我跟他的关系，或者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水里的贝壳，在能量上跟自己的这个问题是有对应，或者是跟你心中想去预测的这个人是有连结的呢？那如果说你在选择牌组的时候，觉得有2个贝壳，或者是一组牌，然后是另外一个牌组的贝壳有吸引到你啊，那我会建议你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讯息啊，确实是被分在了2组不同的牌组里，或者是说在2组不同的牌组里，你都能够找到跟自己当下的这段关系有一些对应和建议的信息和内容哦。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当下在他的内心你的重要程度。那我们待一会儿见哦。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尖尖的贝壳。好，那我就把它放在美人鱼的旁边，给你们做一个牌组这个贝壳的参考。那我们现在呢，首先来看一下，从他内心来看的话，就是你当下的一个重要程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1张神谕卡，也是我们今天的指引牌，上面是 Decisions 决定。这张牌卡呢，其实抽到以后，我连接到了非常多的讯息啊。第1副牌的朋友啊，其实当下你心中有一个问题指引的这个对方的话，其实他当下对你是比较多考虑的，他想很多关于你，关于你们，关于你们的未来，还有关于你们之间所围绕的缠绕的一切。我觉得当下在他的心中，你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考虑着，他在衡量着，他在比较着。那么这张牌 Decisions 说明了什么呢？当下其实你心中想测的他正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不仅仅牵扯的是你们当下的感情，还牵扯到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甚至是更加长远的以后。所以在这个决定当中，我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他有去怎么讲，当下他在做一个决定，并且他希望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一个最好的决定。所以说我感觉到就是从他内心看你们的关系，以及看你当下的重要程度，我觉得第1组牌的朋友，你在他心里当下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是一件事情都是分2边来看。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读取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当下其实在他的心里，我觉得他用了比较多的逻辑，他用了比较多的冷静，他用了比较多的这种理智来做当下的决定。这好不好呢？他有好，也有可能需要你去注意的地方。好的方面呢，在于说这个人他不是那种超级冲动，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想，然后就按照他的这种冲动去推进你们的关系，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去判断你们的关系走向。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讲的话，这个人呢，因为我们去看一个人，就是感性方面跟理性方面一起去做这个比较嘛，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人Decisions 就是给我的感受和感应还是他的理性较多，相对比较于感性方面，对吧？好，那我们就是这一张牌，这是第1组牌的朋友那么在你去继续往下读取今天的信息跟内容之前呢，我们会首先连接一下这段关系，给你们做一个验证的环节我们会有验证。我们来验证什么呢？我们来验证你们的这段关系当下的一个状态，你就知道这组牌是不是你的，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走到了哪里，好不好？好，宇宙，请你告诉我，选择到第一组 ，OK， 这个尖尖的，宝物的朋友 ，OK， 你们的关系当下好不好？你们心中想看的，你们关系的当下，这个关系是走到了哪里呢？哇，3张逆位的牌耶。好的，这边的牌我们是正位、逆位都有啊，所以说我们的今天的抽牌，在你们关系的走向这个地方，我们出现了比较多的逆位的信息啊。我们今天的地方好像很大 ，OK。我们首先呢，第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这张金币侍者的一个逆位 ，OK。然后呢，第二张牌我们抽到的是圣杯7的一个逆位。然后呢，我们的第3张牌，我这边看到是吊人牌的一个逆位。这3张牌在告诉我什么？我觉得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这段关系没有真正的就是走的那么的深，或者是说你们的关系应该属于那种就是近期 OK 近期认识的一个暧昧对象啊，应该这样讲。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首先啊，在金币侍者这边，我感应到的能量就是说，你们2个人呢，应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的相处，但是呢，这个相处也不至于说拉的就是好几年、几十年那么长。你们是一个就是刚认识的，或者是认识了一段时间，也许时间轴线拉得长，但是你们的这个亲密，或者是你们的这种约会的密度，就不会那么的多。我举个例子好了，这边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跟他比较啊，相比较说，你们认识了1年时间或者2年时间，但是你们是近期不久才开始，就是关系发展到有一点暧昧，开始有一些单独相处，说一些跟私人有关的话题，就是这种感觉啊。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如果你跟他没有什么，比方说生活上的其他的接触，比方说工作或者是读书等等，你们就是认识了，然后就一直是往感情方向去慢慢的摸索的话，那么金币侍者在告诉我，第一个，有可能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第二个呢，就是你们认识的时间也许有一段时间，但是你们约会的频率就不会那么多。就比方说1周或者是2周见一次面，这种比较大的就是空时间的这个拉的这个跨度，然后就会有好几次见面，那么这个时间就可能拉好几个月。那如果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跟他如果见面的次数和频率是比较快的话，那么这张牌就说你们可能是刚刚认识不久的刚刚认识不久的，所以这个是金币侍者给我的一个能量感应。但是呢，好的方面是什么呢？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的这段关系啊，无论你们是时间拉得长，慢慢才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特别、比较暧昧、比较有情感的这种关系里，还是说你们本来就认识的不久，我都看到了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已经走过了最初的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就是你们2个人应该是能够确认，就说 OK， 我其实心里对他是有感觉的。我觉得自己对他是有一点心动的，那对方对你呢，我能感觉到他在你身上花了一部分的心思 OK， 这个人在你身上一定是花了心思的，他一定是有真正的在跟你相处的，而且他有真正的就是在比方说一边相处一边认识的时候，也在慢慢的考虑说你是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 OK， 所以说他有比较认真的去看待你们的这一路走过来的无论是吃饭、约会、工作、读书、学习，还是任何你们的活动，包括你们的留言、短信、朋友圈，我看到这个人都是在比较认真的去考虑，比较认真的去关注你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这边第一组牌的朋友圣杯7的逆位，这张牌就是在告诉我这段关系其实呢有一部分的朋友跟这个人的关系可能经历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有些朋友这边因为是大众占卜，有一些朋友其实对这个人可能刚开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只是近期可能一些事情的发生，包括一些 OK 随着时间的推进，也许你们就开始有一定的感觉了所以你们的关系其实是有推进的。但是呢，走到了当下的这个地方你们再往下一个阶段，就是十字路口这里
这是我听到第一个信息，就是说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也没有真正的说 OK 一定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关系，刚开始也许你们两个人只是有比方讲一起共事啊，相互彼此认识啊，可能擦肩而过啊，或者是说一起读书啊，有打过招呼，但是没有真正的说一定要成为什么特殊的关系，只是有这个关系，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连结。OK 圣杯七，但是呢近期你们两个人开始有了。那第二个呢，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到也许你们两个人是比方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相遇了，然后你们相处了，但是呢你们对这个人的就是定位OK 你们也许在感情当中也没有真正的下定决心说你希望当下的感情是走到什么程度，是长期的这个稳定的恋爱关系，还是说你需要一个承诺，还是说你一定要进入婚姻，还是说你其实不想有任何的承诺，只是想谈恋爱。我看到有些朋友其实对当下自己感情里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一定要，所以说这段关系其实比较多的走到当下的状态就是之前的一段时间你们其实是在一边走一边看的，没有太多的限制，没有太多的一定要怎样。所以圣杯七这张牌的逆位让我看到了可能原本比较轻松比较随意比较放松的一段感情，走到当下其实你们都知道这段关系有一定很实质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存在了，你们可能也发现了其实这个人跟自己还比较的合适，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你能够感觉到有些什么事情你需要去 OK 做一个决定，你也在等对方给你一个回应。所以这段关系无论是怎样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关系当下其实你们心里我觉得是心打开了，但是要不要继续去打开自己的心，需要这个重要的决定，需要他做这个决定，或者是同时也需要你去做这个决定。我们的最后一张塔罗牌当下我们看到是吊人的逆位，这张牌就是在告诉我这段关系当下是慢下来了，这段关系当下是有一点点停下来，就是慢慢停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要做这个决定，因为你们需要去决定这个关系未来的走向，你们的未来 OK 你们对这段关系的定义是想怎么样去把握它，或者是想怎么样去继续的发展它。所以这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所以这个吊人的逆位其实给我的感觉不像是说关系停滞了很久很久，而是说关系慢下来了，你们相处暧昧或者是恋爱的节奏慢下来了，原因就是要做这个决定，一个比较理性的决定。其实有些朋友这个决定是好事情，我看到了你们的感情可能从刚开始比较随性的比较 casual 一点的开始发现其实这段关系是有一定实质的，是有一些东西你们需要去认真考虑了的想去把握一下了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在这边。好，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大概现在的关系的一个走向你们去看一看这个能量是否能对应，如果是可以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来看，那从他的内心来看你当下在他心里的一个重要程度，看看在他心里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高度，在他心里你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好吧好，我们来抽一张牌我们先来抽一张神谕卡好，宇宙告诉我从他内心来看你的一个重要程度，请宇宙给我们指引，给我们方向，感恩宇宙。好，我们抽到了 The Word Lord， 这个就是语言文字的一个比较厉害的人Communication, Price, Dishonesty 7号牌。这张牌呢，我听到的能量是说，当下这个人呢对你的印象很好，第一组牌的朋友，他对你印象很好，其实在他的心里觉得你是一个要好好珍惜和把握的一个对象这是他对你的一个评价。但是呢，这个人心里就说他看到了什么就是在他的这个心里，从他的角度来看，其实在他的内心有感觉到你很会说话，或者是你在说话的地方有含沙射影的表达了你的诉求，有含沙射影的表达出了你的内心的焦虑，或者是你的一些不安。
我看到这是他从你们两个人这段时间的相处里面所看到的一些，或者是他接受到的一些关于你的能量。在这里呢，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一组的，我看到其实你们可能在他的怎么讲，就是在你们相处的时候，对方给你的一个评价是你比较的会说话，可能你们在相处的时候有非常愉悦的一段时光，你们能够聊到一起，你们能够说到一起，你们有分享一些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呢，在你们的相处里面有比较高的默契，这是非常好的。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呢，对方要么呢就是对你突然有一点就是震惊 surprise， 觉得你比他想象的要好，你比他之前原先给你的判断要更高，你有就是惊讶到他，你有给他惊喜，所以他很喜欢。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你跟他的关系有升级 OK。 可是呢，这个人同样的我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同时呢也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你们两个人能量上可能你比他要高一点，这个高一点的地方在于也许你的职位比他高一点，你的薪水比他高一点，或者是你的长相比他更加的 OK 优越一点，或者是你的家庭环境比他还要再好一点点，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地方，就是你比他可能还要好一点。那么这里的好一点点让他感觉到了一点点，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选择他呢？你是非他不可吗？他现在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他是你的唯一？这是他在考虑的问题。他跟你曾经有过一段就是非常好的经历你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的相处跟无论是聊天还是互动里面，其实有蛮好的记忆，或者是有蛮好的一些过往，他都觉得很棒。而且在你们的相处里，他觉得你很优秀，他觉得你比你看起来的要更加有深度，要更加有优秀。所以你其实激发出了他对你的一种尊重，或者你激发出了他对你的那种欣赏，第一组牌的朋友。可是呢，这个能量也同时让他有一点就是有一点不安。他的不安在于说 OK 你是不是喜欢他，你是不是真的像他喜欢你一样去喜欢他，在你的心里他是不是那个唯一的就是很好的那个人，他在考虑这样子的一些问题。这是 Lord 给我的感觉。而且呢，这个人觉得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信赖你，因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能完全信赖你呢？因为他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也许，怎么讲？相比较于对方，就是你想测的这个人，他也许没有你会说话，他也许没有你会表达。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外面比较冷，但内心比较热的人。他也许他表达出来的这种对你的情感，他表达出来对你的喜欢，和他内心真正喜欢你的程度是有一定差距的。也就是说，他也许看起来有一点呆，他看起来可能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像你会说话，可是事实上这个人用心的程度不比你少。这个是我读取到的第二个信息。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我这边就说的很直接了，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也觉得你是不是比他的恋爱经验要更加的丰富他可能觉得你就是很会跟就是暧昧的对象去相处，或者是你是一个在异性能量我们这边不是异性，是异性的能量那边，他也觉得你可能很受欢迎，所以他心里其实隐隐的也有一些就是焦虑，隐隐的他也会有一点不是那么的确认，他心里有这个能量，好不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看你的重要程度，在他心中你的高度究竟是什么？当下来，我们第一张是圣杯国王的一个逆位，然后我们这边有宝剑三的一个逆位，OK，然后我们这边是宝剑七，好，我们把牌卡整理一下。
首先呢，第一张牌是圣杯国王的逆位啊，我觉得这个人对你的情感是有所保留的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这个人内心对你的情感是有所保留的。那么这个保留是原因在哪里啊？首先呢，我看到就是说他有一点怀疑你对他的认真程度啦，然后呢，他也可能会怀疑说自己有那么的，就是被你喜欢吗？如果你这边很喜欢他的话，他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样子的想法呢？原因在于宝剑三的逆位。我看到这个人呢，在过去的感情经历里面，或者是在他所知道的感情关系里啊，他有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折射。有可能是他原生家庭有不是特别幸福的一些就是事情发生，或者是说他的朋友所经历的一些背叛，又或者是说他自己在感情当中曾经所遭遇的一些背叛和不好的经历啊，让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有点害怕的，他非常害怕自己一下子不小心掉入你的你的情感，或者是你的这个对他的情绪里面，他被你牵住了，他被你控制住了，自己就没有办法轻易的出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人对你的情绪在情感当中是用情比较深的，而且他当下其实离掉进这个情网里面就差一步。当下你想说的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掉入情网呢？我觉得还没有，但他已经在情网的边缘，其实他马上就会掉下去他马上就会掉下去，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掉下去。圣杯国王是一个逆位，我看到这个人还在阻碍自己把最真情的那种情感就是给你，或者是让你知道，把他的真心拿给你看。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在就是抗拒着，尽管他现在可能觉得自己很想把这个真情给你，就是跟你分享，让你知道他对你有多么的喜欢，可是当下他还在收着自己在抗拒自己这种想给出的情绪。原因就是这个宝剑三，这个人心里对于感情方面还有一些没有真正疗愈好的几个点在他的内心。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宝剑七嘛，同时他再一次的去肯定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 Warlord。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人当下呢，觉得你说的很好听，你可能发朋友圈或者是 OK， 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可能看起来一切几乎是美好和完美的，但是这个人的内心呢，就总是有一个怀疑。宝剑七，他觉得所有的人可能都不完美吧这个人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skeptical， 就是比较挑剔，或者是比较容易怀疑人性的那一种。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缺点，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可是呢，在你那里他觉得有一点看不到这种点，所以呢，他觉得你当下在他眼中的这种美好跟完美，他是觉得有一点不敢相信的。宝剑七，他觉得你这么完美，你一切都做得这么好，一定是有地方没有真正的告诉他，或者是你在把自己的一些不足，你自己一些没有真正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是隐藏起来。甚至这个人也有可能会怀疑说，你究竟是不是真的像你表现出来的那么热情，那么喜欢，那么的想接近，或者是想得到他的情感这个就是宝剑七给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当下的他呢，对你的这份感情，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有所保留的。我觉得这个人当下还是有所保留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实层面里的东西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从他内心看你的重要程度我们来换一组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些现实层面的内容。你就告诉我，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OK， 我们抽到的是 Ace of Vessel， 这个是圣杯一然后我们看到的是 Knight of Vessels， 哇，这个人是真的喜欢上你，我觉得。我们这边其实还有一张 Seven of Vessels Morning， 好，没关系，我们再来一个。这个人有可能过去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我觉得他过去失恋，被一个喜欢的人伤害过所以说他真的还是有一些要疗愈的东西要做。来，我们看一下 Ace of Arrow 和 Five of Vessels。对，这个人呢，当下对你第一组牌的朋友，他非常的喜欢你我看到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喜欢你，他的这些
不好的能量和不好的情绪来自于他对你动了真情啊，说白了就是对你动了真情。那你当下是不是他心中的 top one 呢？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但是呢，他对你有所保留，他对你的有所保留在于说他的过去的一段感情关系啊，我看到了他过去的一段感情关系给他的一些创伤，或者是给他一些不好的印象，让他当下就是很怕。我们在第一副牌朋友这里，你们的能量当中看到了2个1号牌，一个是水元素1，一个是 Arrow 啊，是这个风元素1。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对你的爱现在是那种感性的方面已经非常高了，而理性方面他也上来了。他希望非常明确的看到这段关系，就是你跟他有一定的同步性。如果当下他对你的感情已经快到达了这个圣杯国王，就接近就要把自己所有的真情就是给你，你们要进入真正的恋情，你们要进入真正的感情，你们要进入到真正那种非常有承诺的、负责任的、非常爱彼此，可以说是往那种比较深刻的那种方向啊，我们就所谓的要稳定的发展，要2个人深入的连接情感，2个人要怎么讲，就是有一定的承诺性，不再去看任何其他的人，就是有一定这种很认真的情感关系去走的话，我看到这个人当下做的就是这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当下他想做，他想给你他的情感啊，他想给你，他觉得你是他心中想去爱的人，他想当下对你就是打开心，你们往更加深的方向去发展，他也想把他的心情告诉你，他也甚至可以去向你去表白，类似这种啊。但是呢，他觉得 Seven of Vessels， 我觉得这个人他比较怕的就是自己的一片真心遇到了一个不是很真诚的人，他害怕自己的真心所投放的这个对象和他期待的不太一样，你说的那些话语和你真正心里对他的评价是有落差的，不是真心实意的，他很怕这个。但是呢，在他的情感世界当中，他想到你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他觉得你是他感情当下最喜欢的那个人。而且我也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也是他内心曾经受伤的一个良药。可是呢，这一剂药下去之前呢，他要看的是你这一剂药是良药还是毒药他知道你能疗愈他，他也知道你能够进一步的让他相信这个世界的真情和认真对待感情的人是有的。可是呢，他就是说 OK， 那万一你不是怎么办？如果他又一次的打开心相信了你，结果你不是真心实意爱他怎么办？那他不是又再受一次伤吗？他就是怕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人就担心你是不是真心的，你当下对他说的话，你当下对他的表扬，你当下对他的评价是不是真心的，是不是真正的，还是说你就是很会社交，你就是很会跟异性能量去相处，你跟谁都能说出这么漂亮的话，都能让那些人就是对你有好感，都能让他们喜欢上你。他现在怀疑的就是这一个。 OK， 这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好，所以这段感情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是从对方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其实没有所谓的，我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说一定有什么样子的人站在你们的中间，一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站在你们的中间这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往下发展唯一的就是更加的坦诚吧，或者是说让他能够想清楚勇敢的向你走来。因为我看到这个人其实已经爱上了你，或者是已经对你动心了，他唯一忐忑的和不安的是他自己的问题，是他自己情绪和过去经历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所不健康或者是不正确的折影。那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是比方讲异性能量人缘很好，或者是说你很会跟别人打交道，很会说话的话，那么
加上更多的坦诚，加上更多的一些，比方说证据啊，来证明你说的话，你对他的这种表扬是有根有据的，而且呢，你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可能能够让他更加的安心，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啊，你说，请你告诉我选择到 ，OK， 我们抽到了55号牌 Adventure， 这是一次冒险。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一周说，其实这是一次冒险，我觉得这是一次信任的冒险。第一副牌的朋友，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啊，第一组的，也许你听到当下会觉得说，他没有资格不相信你，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是他在武断的猜忌，或者是说你觉得是他在对你不信任，而且是没有理由的不信任。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段关系其实就是一段冒险的旅途，在冒险说敢不敢认真一次，敢不敢信任一次。其实信任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带有一定的赌博性质啊，带有一定的赌博性质。有的人呢，可以去伪装的很好，让人就是非常的信任他，但是也许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有一些隐瞒的，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人可能看起来就是好像很老实，好像很呆，或者是看起来好像很忠厚，但是这个人也有可能他的内心是没有那么的纯善的，对吧？所以说一切它都不是我们眼睛和我们用耳朵听到讯息能够100%和绝对做出判断的。当下呢，可能是需要你们的一些勇气啊。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只有真正的去相处，真正的去经历，真正的去探索啊、探寻，才能够了解和判断出一个比较准确和真实的一个结论。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这边看到了，其实从当下能量来看呢，对方对你的情感还是非常深刻的。我这边虽然看到了一些还在保留，还在不敢真正的去大胆爱的能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感还是调动的比较的深，对你，而且有很多新的开始。我们看这里，水元素1 Arrow Ace of Arrow， 这个就是新的生命的诞生，或者是说新的关系的诞生，它有这个考量，而且这个考量是带有一定理性的。所以他需要首先自己能够衡量和计算出自己在这段感情里他所能承受的冒险，他所能承受的不确定，他所能承受的一些不确定和变动的因素，对吧？ Adventure。 那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也许对于你们而言，这也是一段比较有冒险的感情关系。也许他觉得他在突破自己的舒适圈，他在打开自己的心的同时，也许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也在努力的打开自己的心，你们也在非常认真的去用心的去爱一个人，或者是用心的让自己，我觉得是为自己的爱情去争取啦，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说 Adventure 不仅仅对应的是他那边，我觉得 Adventure 也对应在你这边。对于你而言，这段关系也有你要去突破，你要去打开的 OK 一些部分呢。也许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呢在感情里啊，也许确实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个体，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也许你的能量能够让异性的能量啊，就是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就是你能够让他们对你非常的有好感，你也能够让他们在字里行间里面感觉到你的可爱、你的魅力 OK 你的个性等等。但是呢这些也许是你非常就是厉害的部分，可是呢，你能否真诚的或者是真正的让对方看到一些你的不足呢？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不足的，自己都会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擅长的等等啊。那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在感情关系里也适当的去示弱，也适当的让对方知道其实你是需要他的。我们在一边展现自己的魅力，让对方知道自己很厉害、很优秀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平衡我们对对方的渴望和需求？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可以请他帮个忙，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帮你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是说在一些其他的感情相关的事情，当你心情不好，当你有的时候可能
也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笑容满面，你也有心情不好、心情很糟，或者是想发脾气、想抱怨的时候，能不能够让对方看到一些，就是那个更加真实的一面，或者是更加另一面的你自己呢？也许这些部分能够让他 OK 爱你更多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让他爱你更多。好，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一个当下指引跟建议啊。这段关系宇宙怎么说呢？给你的一个讯息啊，我们来听宇宙想给你的一句话。新的开始。他说一切新的开始啊，都是在有一点复杂、有一点混乱当中慢慢产生的。当新的开始到来之前呢，一切混乱都会归于平静，一切不安都会变得可能安心哦。所以说当下啊，我感觉到就是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是非常非常有希望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更加有光明，一个更加有信任，一个更加开放，一个更加有阳光温暖的地方。你们的关系其实当下正在共同的去渴望，或者是显化一个更加激情澎湃，一个更加让你们心里感觉到信任、值得这样子的一些好的能量方向去发展啊。所以呢，当下无论你们所面对的这种混乱是来自于思想当中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太多啊？会不会胡思乱想啊？会不会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把它给放大呀？还是说这些混乱来自于我们情绪当中的不安？当这个人有一点点我们看这个地方有一点没有之前主动，或者是当这个人没有之前热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平静自己的内心，让这混乱的能量啊，就是随着时间去推掉，或者是释放掉，让我们一起去迎接一个平静的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也意味着这段关系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其实今天所有的牌卡的能量，我觉得是比较往同一个方向去前进的。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其实当下呢，也许你们心里也有焦虑，你们心里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但是呢，这个人当下我觉得他就是在为你们的这段关系，为你们的未来去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将酝酿出全新的开始。如果你希望这段关系就是你愿意去参与这一次的冒险，你愿意去加入这一次的冒险，愿意去迎接这个冒险的话，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这个全新的开始已经离你很近了。所以当下呢，就请你们去保持平静，回归平静，酝酿新的浪漫的开始。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今天呢所帮你们看到的，从他的内心来看你的重要程度，你在他心中的一个高度，当下你是他的 No.1 吗？恭喜大家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很漂亮的贝壳，好，那我把它放在这里啊，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提前帮你们抽到的2张指引牌。这里呢其实是2张牌啊，就是它是一起出来的，所以呢它是一句话。那第一张牌呢是 Healing， 第二张牌呢是 Free Spirit。 这2张牌在说什么？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现在当下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嘛，从他内心看你的重要程度，我感觉到这个人其实就是在升级 OK， 这个人在让自己的能量慢慢的变好。那当下呢，就是除你之外，一定有一件事情就是梗在他心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就是需要更多的去疗愈。所以呢，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当下无论是你能够感受得到，还是说你看不见，其实呢，当下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正在慢慢的提升，他提升着自己的频率，其实也是在为你们的关系做努力。
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我们今天直接去讲这个主题，在他内心看你的重要程度的话，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在他的心里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重要，就是你有这种能量在往上走的感觉。也许当下你还没有到达他能够说 OK， 现在我可以不顾一切的只要你，也许他现在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要顾啊，有些东西他不得不去看去考虑，但是我觉得他在一点一点的让你变成他心里最重要的啊，我是这种样子的感应。所以说你看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这边是 healing and free spirit， 也就是说当下的他也许这个人有一点是让你们的关系首先不要进入到最也许是你心中最理想的，或者是说你觉得最应该的一种方式，或者是说你觉得他就应该这样，也许还没有到达你心中最理想的一个阶段或者是状态。也许当下你们呢给我感觉就是说，你觉得说你想知道他究竟是真的会有一天比方说变得更好，或者是说他是不是真正的希望能够去 work on， 就我们所谓努力嘛，对不对？我觉得他有 free spirit。他当下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在这个能量里面，我读到很多他被限制住，他有一些没有办法去自由爱，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放开手脚去连接的一些相关的东西。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他有一些人，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是当下在你们关系之前的，就是有阻碍你们，有挡着你们，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是希望能够突破的。这个是我读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些能量和信息，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放这里往上往上往上。好，我们来抽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跟你们的一个关系状态我们首先来做一个印证，我们来做一个验证的部分验证我们抽3张牌。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关系当下走到了哪里，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重要信息我们是需要去看的这边呢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对应。好，OK， 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宇宙请你告诉我你们的关系当下走到了哪里。首先呢第一张牌我们是权杖7， OK， 一个人想推进，一个人呢想先挡着。好，第二张牌我们是死神，第三张牌我们是圣杯1。 OK， 这段关系第二组牌的非常明显，我刚才讲过就是要往上拔的感觉那么宇宙在这里给了我们更多相关的讯息，就是说这段关系其实是有一个转型在这里的。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是权杖7、死神和圣杯1。这段关系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无论你当下是能感应得到还是感应不到其实这段关系正在往一个新的方向去走。这个新的方向是一个更加自由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是一个两个人双方彼此都更加的，我觉得是懂了、成熟了，而且有更多的疗愈、爱和 open heart 这种开放的心我觉得是围绕在你们左右的。你跟他的这段关系其实曾经经历了很多的，我觉得是很多的事情。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经历了很多，也许你们经历了热恋，也许你们经历了磨难，也许你们经历了挫折，你们还经历了也许别人给你们的一些不是很赞同的，或者是给你们一些增加外界的阻碍，让你们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按照你们理想的方向去推进。还有一些朋友这边的关系也许不是外界，是来自于你们两个人内心对于这段关系的一些矛盾、犹豫、忐忑、不安，就是增加了这段感情的，我觉得是波折的感觉。OK， 这段关系是有一些能量在这边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第二组的你们来看这段关系，你们的这一段缘分其实是给人感觉有一点就是不容易走，或者是走起来有一点辛苦。但是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呢虽然说对方也许他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好像你很想走入他的心，可是他却是一个半开放的状态。有一些第二组牌的朋友甚至你觉得说你一直在
好像单方面的努力，可对方为什么就没有真正的就是打开心接受你？也许你会有这种疑虑，你会有这种怀疑，但事实上，第二个牌的朋友，我看到是什么？这个人心里有你，但是这个人可能在他的生活的那个圈子里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你无法想象，他有他自己的一些难言之隐，或者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些不得不去对抗、不得不去对应、不得不去处理的一些事物。所以呢，其实第二字牌的朋友在这里呢，我觉得，这段关系啊，你需要给他一个周期，你需要给他一些时间，而且你们的这段缘分，我感觉到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得到真正的转型和升华，才能真正的迎来啊。从当下的这个能量来看，有些朋友可能你们也已经迎来了吧。如果是迎来了，那就非常的恭喜你们啊！就是你们要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就是两个人的心都能够打开，真正的打开，真正的愿意去接受这个人，愿意接受你，你愿意去接受他，你们要迎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你们感情的一个丰盛。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可能当下你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你们其实要迎接的就如同怎么讲呢？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吧。有些朋友第二组的啊，我觉得这段关系有一些，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关系走起来很辛苦，这个关系走起来就是很感觉到就是看不到希望，或者是说你觉得好像你在拯救他，可你需要被拯救啊。有些朋友可能是这种感觉，你觉得你其实很想救他，但是你事实上在救他的同时，你自己都要溺水了，你需要被拯救。但是我看到在这段关系里啊，如果有些朋友有这种感觉的话，其实对方也在努力的，他想成为那个救你的人，只是说他的方式，他需要的时间，以及他用的这种对他所走的这个路径，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里有那种默默的为彼此做事情，默默的为彼此做努力和牺牲，但是却不一定让对方知道的那种能量啊，就是有点隐晦。看起来也许给人的感觉是那种 OK， 有一幢厚厚的门，让我们觉得很难突破，看起来可能让人觉得这段关系就是不知道这个光明之路在哪里。但是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在这段关系里所谓的坚持，对方啊，就是双方彼此，你们两个人的心里是有感应的。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感应，这一份心理的这种确认感啊，你们可能尽管面对了挫折跟挑战，你们双方彼此都没有真正的想过去放弃，而是你们在期待着这种黑暗的过去，或者是你们在期待着能够成功的突破，能够成功的让这段关系真正的打开，因为你们心里是有这种信仰的，你们相信的是这段关系能够突破，你们相信的是这个人能够好起来，你们相信的是自己能够真正的好起来。这个是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些能量啊。所以呢，这段感情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深度，而且这段关系我觉得时间是比较，就是给人的感觉啊，就是有一点拉得有点长。第二组牌的朋友，因为你们两个人有经历一些坎坷，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有经历一些就是来来回回的 OK， 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人很主动，另外一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等那个人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又觉得 OK， 我不太确定你是否真心对我，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刚要开始一起往前的时候，又发现有其他的事情拦在你们的前面，你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有点迷茫，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所以在这段关系里，你们经历了很多所谓的好像要就是结束了，但是又没有真正的结束，一次一次的就是让你们挺了过来，一次一次的有很多的难关，但是又走了过来。这一路的陪伴让你们两个人更加坚定了彼此的决心。也许有一些事情是过去能量给自己的干扰，也许有的时候这种自己内心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焦虑给这段关系造成了更多的阻碍，但事实上这每一次的过程，你们走过的过程和阶段都是疗愈的过程，都是让你们慢慢的去愈合过去的伤口，放下心中曾经的那一个可能不是很健康，可能没有办法释怀的那几个情绪的重点。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你们可能是需要去经历一个我们所谓的最黑暗的地方这个地方也许是让你们觉得最难走的地方。那么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正在经历的这里，这个最难走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不是说不爱了，不是说不喜欢了，
这段关系啊，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在用各自的方式去爱彼此，你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我觉得是保护着另外一个人，或者是保护的这段关系。但事实上，你们的这种方式也有可能会让对方造成一些误解。但是无论是怎样啊，你们其实都有在为这段关系去付出、去努力。那么当下的这段关系啊，我们看的是这段关系当下走到哪里，其实表面看起来真的让人觉得就是有难度、有挑战、有不安、有迷茫、有绝望。但是事实上，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正在酝酿着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丰盛的感情的爆发，一个把过去不好的能量全部释放掉，迎接一个全新的能够爱、敢于爱 ，OK， 敢于给出爱、愿意接受爱的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开始。我们看到圣杯一，感觉到这个杯子啊，你看这个金色的杯子沉在海底下，它是那么的扎实，那么的稳定。这个杯子不会随着水流飘起或者是移动，这个杯子很定在了海底下。你们走入了最深，你们情感最深层的地方，确定了这段关系，把黑暗转化成了光明。在下沉的过程当中，也许你们觉得很黑暗，越来越黑暗，可是等你们到达海底，你们发现沉定下来了，也许那才是你们的归属，那才是你们真正应该到达的地方。两个人有了这种连接，有了这种信任，有了这种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心能够承载住这一段深刻的感情。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从他的内心来看你的重要程度我们来看一下，sorry， 好，没关系，好，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来问一周，从他的内心来看你的重要程度究竟是如何的，究竟是怎样的你在他心中的高度，当下我们来看现在当下，你是他心中的 number one 嘛我们这边两张牌。我们首先呢是 Gaia's Garden 这个是大地母亲盖亚的一个花园，然后我们看到了 Diamond Dreamer 钻石的这个梦想家。好，首先呢 Gaia's Garden 给我的感觉就是丰盛、富裕，然后呢有很多这种 fertility 我们的大地这个地球是非常有孕育能力的。我们在大地这个地球的表面可以种出非常多的这种庄稼能够满足很多的生灵他们的这个日常的需要。所以呢，盖亚的花园给我的感觉是既能够有非常稳定、非常扎实的一种感觉，接地嘛，这个关系是真正要去发展的，是两个人要去携手去生活的感觉。那么第二个呢，因为是花园所以它有很多的花朵，花朵呢带着芬芳，给人的感觉是很美好的，对吧？给人的感觉就是闻一闻，或者是看一看这个花园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让人觉得充满了能量和力量，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值得让他去为你奋斗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呢，首先在这里我听到的信息就是在他的内心，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他看到了你是一个特别适合跟他携手到老的人。你不仅仅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异性能量当中，就是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在异性能量当中，你有非常特别的魅力，让他觉得很喜欢，对吧？让他觉得很想向你靠近，你吸引到了他。同时呢，这个人其实他对你的评价有一些比较接地的东西，他从很现实的层面有考虑过你，有看到你的这种很实在，而且呢，在你们两个人就是接触的这段时间，他看到了其实你们会是非常好的那种一起能奋斗我们所谓的战友的感觉，你们是一个团队，你们在一起共同陪伴彼此，能够为你们共同的生活，你们彼此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团结协作的一些东西。比方说你很会做饭比方说你很会生活比方说你很会照顾这个日常或者是说你在生活层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种小能手所以对方感觉到你是一个会生活懂生活的人，那么这一点来讲，对于他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人对于你的评价很高，
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在考虑你的时候，这段关系它带有更多的，我觉得是生活的味道。因为生活本身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就是理想化，觉得它一切都是美好的、神圣的、浪漫的。但事实上，爱情到生活，它是有一个，就是中间有一个括号信息啊，就是日常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人去打理，是需要人去做的。那我看到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在这个人的眼中，在这个人的心里，觉得你其实不仅仅是人很漂亮，或者是人很帅，同时呢，你的这种接地的能量，你的这种会生活、懂生活的能量，让他看到了，就是如果以后有一天你们是生活在一起的话，他不会有压力，他不会有那种不适应，他觉得你一定能够让你们的生活就是变得更加的美好，对吧？甚至他已经想到了你们的下一代，你们的孩子啊。那有的时候确实是在感情里我们去无论是谈恋爱也好，还是说去找一个人生伴侣也好啊，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去考虑比较远的，包括孩子，包括未来的教育，包括之后啊，有些人可能想得更加远。所以我看到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呢，他的想法也挺多的，他的想法也挺复杂的，他的想法其实考虑的也还真的是蛮全面的。那无论怎样啊，这个人都是觉得你是非常符合他要求的，你的综合我们所谓的评分吧，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个人的心里，你确实是他当下心中最理想的人，生活里的伴侣，人生里的伴侣。只是说，在你们当下确实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是挡在了你们两个人感情关系进一步推进，或者是当下你们遇到了一些阻碍。好，那么第二张牌呢，我们这边看到是一个 Diamond Dreamer 啊，这张牌其实跟财务有关，这张牌跟钱有关，这张牌跟物质世界的一些东西有关。那么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这张牌出来以后呢，当时这个牌出来，我听到了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呢就是跟他的工作，这个讯息可能是跟他的这个家人就是这些能量可能是围绕在你们感情关系里的其中一个因素之一。我们看到 Diamond Dreamer 我看到就是在他的心里，其实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物质的提供者，或者是说这个人希望成为你未来生活的一个就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伴侣，他能够支持你，他能够去为你的梦想就是增加更多的力量。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看到就说这个人他也有可能当下考虑和顾及的东西是物质层面的。也许这个人心中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的富裕，或者是自己能够为这段感情就是积累更多的面包，让你们未来的感情就是能够有更加扎实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人他是盖亚，这个是土元素的一个能量，这边又是一个钻石，就土元素能量是非常非常厚重的。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就是如果在这边你们的关系是一些比方说物质层面的，或者是一些价值层面的，或者是来自于比方说原生家庭里的一些相关事情就挡在你们的关系里，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会让你们造成一些困扰、一些焦虑的话，那么这个人是觉得他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是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让这些所谓物质层面的困难能够一一的被击破，他能够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他希望自己能够处理好之后，就是来到你的身边，让你看到一个更加优秀，让你看到一个更加成熟，或者是一个更加有诚意的他。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心里想测的这个人是比较对你是比较有诚意的。他之所以考虑很多，或者当下他有点想拒绝你，或者是当下他有点没有办法就是给你说你想听的话，或者是给你想要的承诺，都是因为他可能考虑了一些更加多的方面，他不仅仅看的是情感，我看到这个人可能还看向一些更多的、更加复杂的、更加现实层面里的一些事情。但是呢，这个人最终我看到这个能量，我觉得最终你们两个人一定能够孕育出这种心与心之间的连接。有些事情吧，就是当他看清楚，当他想清楚，当他能够放下，当他能够疗愈了以后，自然而然就能够懂得，可能物质层面的一些东西确实也重要，
但是呢，这个重要程度不会超过你们的爱情、你们的感情。而在物质层面里的一些阻碍，其实如果两个人真的是愿意一起去面对的话，或者是一起勇敢的解决的话，那么一定能够有一个，我觉得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我看到在这个人的内心，你的重要程度是会越来越高的。这个人需要一些时间来看淡一些事情，看开一些事情。那么在当下的能量当中，我觉得他有考虑现实层面的阻碍，就是在你之前，他会考虑这些东西。其实呢，也不能说这些东西比你重要。我看到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可能会属于那种焦虑型，或者是他属于那种就是很现实派，他需要在内心先把这些问题或者是这些困难先把它一一解决，他才能够看到这段关系实质的未来，以及你们关系继续投入感情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有没有这个意义，对吧？有没有这个价值，他才能够真正的觉得是有光明有希望的。对，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就是这个人的内心当下确实是有去考虑一些问题，他希望这个不是上下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先后的问题，他可能想先去解决这个，再去解决第二个，而你当下也许是他觉得说，我只有把这些事情解决好，我才能够来找你，我才能够跟你在一起，对吧？好，我们现在既然讲到了现实层面我们就再来具体的看一下了。从他内心看你的重要程度你在他心中的一个高度，你当下是不是他心中的 No.1？ 这个现实层面的事情刚才我已经说了，有现实层面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这边看到了 Queen of Vessels， 然后是权杖7，然后是就是这个豹嘛，公嘛，对吧？公7、公9，然后我们这边有10元素7和10元素的侍者山猫，好，对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山猫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我们要往上爬，要有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当下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希望这段感情其实最终是有一个结果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的，所以呢，他需要让自己能够就是有一个更高的角度，或者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让他能够看清楚这段关系的未来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他才会从上面往下来OK， 去跟你发展这段感情，去跟你去克服这些阻碍，去和你一起去疗愈，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以最终到达他心中、你们心中真正想要去到的地方。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几张牌首先呢，有这个水元素的皇后，这张牌呢就是让我看到，就是这个人本质上对你用心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人本质上呢是非常对你就是在用情方面是比较深刻的。我们这边的感情到达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方，也就是说皇后她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感觉。这个人对你的感情里面，就像我刚才讲，他掺杂了很多其他现实层面的考虑，这也是他感情成熟的方面的一个表现第二副牌的朋友。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弓箭元素一个是就是弓吧，弓元素7，然后是弓元素9。首先呢是一个 clearance， 然后是一个 respect。这两个牌呢给我的感受就是当下他内心看你的一个重要程度。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首先呢，这个关系是需要去维修的。维修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在过去的这段关系里肯定有过一些矛盾，而且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属于那种挫折多一点挫折稍微多一点，稍微复杂一点，稍微这个磨难多一点，可能有这种波折的感觉。所以说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经历过矛盾，可能经历过误会，可能也经历过包括这种有点冷战包括这个闹这个假分手或者是 OK 这些事情那多多少少呢，对双方彼此的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伤害的。那在这里呢，其实这个人当下我觉得他也是知道你们的关系呢，与其说继续往前推进，不如说把过去的一些伤害能够弥补，
把过去的一些误会能够解开，这样子呢才能够把前进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就是先把它清理干净。就像我们跑步啊，我们的目标都是跑最长，跑得最远，然后呢跑得最高。但是呢，怎么样才能到达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的目标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往前跑，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喝水，我们需要去补充维他命 C， 我们可能还需要去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或者是说让自己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只有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是这个状态调整好了，充电了，或者是受伤的地方，比方说创口贴，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以一个最佳的状态继续向前。所以我看到这个人当下呢，也有可能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冷静的想一想，能够两个人都冷静的去就是做一些疗愈的功课，让两个人的心呢，就是把那些怨恨呐、憎恨呐，或者是怪罪啊，甚至是内疚包括这个愧疚啊等等一些负面的情绪能够得以一个释放，让你们两个人的内心呢都能够冲入就是更多积极的美好的一些对彼此的一些念想。然后呢，第3张牌，我们这张牌是公元素9 respect。 其实第2副牌的朋友，我就刚才看到你们的这一段感情属于成熟人的恋爱那成熟呢，我们不用去给他加任何年龄的限制，我只是说看到这段关系其实两个人都是用就是尽你们最大成熟度吧，去处理，去面对，去连接，去加强这段关系。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respect， 我看到你们的关系就是在当下他内心觉得他需要去更多的尊重你，但同时呢他也希望你能够更多的去尊重他。一段关系里这个尊重的能量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大家去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跟彼此比较熟悉了，或者是这段关系已经走了很久了，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在这个跟他相处的时候，就不在原先或者是相对比其他人那么的注意注意一些小节，注意一些细节，或者是更多的为对方着想，而是我们在有一点要求对方能够更加多的去，比方说包容自己，我们在强行的要求对方更加的去宠自己，或者是理解自己。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可以的，但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点就是过了那个平衡线。所以当下呢这个 respect， 我看到对方也能够在这个我觉得当下吧去反省他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在过去对你说的话他的行为是不是触犯了你的底线，没有好好的尊重你。但是同时呢他也希望就是说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为他去着想，去更多的理解他和尊重他。在未来你们的关系里，他也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对双方彼此就是有更多的尊重。 OK， 这个能量我觉得是比较成熟的就是我刚才讲成熟人的恋爱。然后呢我们这边再一次出现了这个疗愈，然后我刚才讲过这个山猫的能量所以说其实当下这个人吧，我觉得总体来讲他的内心是觉得你们的关系当下是需要注入更多的疗愈，让你们两个人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我觉得是爱轻松，对吧，调情，而不是有更多的压力，而不是有更多的这种比方说不开心，对不对？那他希望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能够有这种瞻高远瞩的想法，能够去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得更远，而不是说只是我们看到当下就说我们只是谈恋爱，我们只是看对方的不好，只是看对方的不足，或者是看你们当前的一些阻碍，我们去抱怨去埋怨，不是这样。我看到这个人是有这个愿望去一起，或者是他来努力让你们的关系能够真正的接地。另外一边呢，我也觉得这个人他确实有这种希望让这段关系就是怎么讲，就是能够有更加远的目标，或者是有更加接地的，有更加多怎么讲，就是往一个更加有结果的方向去发展，对吧？所以说这个人对你的感情我觉得是有成熟的，是有考量的，是有真正的那种努力的。 OK， 第2副牌的朋友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段关系这个是今天我想为大家就是额外抽的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好，牌出的很快。那我们这边是 love
and love partnership。可能我们在遇到一个真正自己很喜欢的人的时候啊，就会那个有的时候，一个呢也是因为太在乎啊，一个呢也是因为太敏感。所以我看到你们的这段关系啊，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两个很爱的人在一起，不能叫因爱生恨，我觉得是因为太敏感、太在乎，所以也会有一些就是摩擦，也会有一些误解。OK， 那么当下这段关系呢，宇宙说这段关系确实是爱是真正的爱，也是真正的这种爱情浪漫关系里的伴侣。你们两个人有这种人生伴侣的能量，刚才我已经讲过，其实你们当下就是往这个更加接地、更加踏实、更加有承诺的关系去转型。OK， 去转型的过程里面有疗愈，有修复，有改变，有相互彼此的尊重，有相互彼此的了解。那么这样子你们的心才能再次的去打开，你们两个人就会更加坚定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这一份情感。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呢，虽然说也许你们当下没有得到你们心中最想要的结果，就是说你当下就他心中最重要的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当下这个人心中你是最重要的，只是呢他当下对于你们的关系，他有一些前面需要去考虑的事情，去做的事情，去疗愈的事情，去改变的事情，他需要去把这些东西做好，或者是清理干净，让你们前进的大路上面就是没有阻碍，或者是有更加顺利的方向去往前走。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人现在当下真正在做或者是在考虑的东西啊。好，宇宙给你的一个信息，第一张牌是 Discover， 第二张牌呢是 Outer Space。首先呢，这张牌是发现。宇宙说当下给你的指引就是说去看新的机会，spot new opportunities。这个能量我刚才就是在跟大家解读的时候，我看到有些朋友就是你当下可能会觉得这段关系没有机会，没有希望，你当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绝望，可能有一点想放弃，但是你又不是真正的想放弃。那宇宙跟你说的是去发现新的机会，其实机会和转机它就是在一念之间。我们刚才有看到死神的能量，对不对？这个死神就是在说全新的开始，一个真正的转型，一个大型的变化而你们的死神牌的后面接的就是一个圣杯一，就是一个爱的表达，就是一个爱的展开，就是一个新的内心打开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所以说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去用心的发现，你们去用心的去了解，去真正的用心去理解，你们一定能够看到这段关系的新的可能，或者是这段关系它的突破口在哪里。那么第二个呢是 Outer Space， 宇宙说请你花一些时间去疗愈，去成长，去扩宽自己的眼界，或者是打开自己的世界。有一些朋友如果当下你觉得自己有一点几乎是不健康的沉迷在这段关系里，或者是几乎是有一点不健康的就是被这个人所影响了，其实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有的时候你让自己从这段情感的漩涡中抽离出来，也许呢也是对这段关系最好的一种良药，或者是对他的一种治愈的方法。只有当你的能量变好，你才能够让这段关系的能量变好。你们能量的关系就是你的能量和对方的能量加在一起。如果当下你在这段关系里，你觉得自己的能量就是负面很多，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里就是很绝望，有很多不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与其说一定要看这段关系的成长，你不如把这个心就是收小一点，放短一点，去看自己的心，去疗愈自己的心，在去救他之前先救救自己先救救自己，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去疗愈，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看点自己喜欢的书，听点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是去画你喜欢的画做你感兴趣的事情，让自己的频率升高，让自己的眼界打开，对吧？通过看书、看报听一些 seminars， 那网络的那些东西，或者是说让自己能够去到一个比较开阔的有海的有山的无论你喜欢山还是海，去你喜欢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放下这些东西，放下你原来可能特别执着没有办法释怀的一些东西
扩大你自己的这种舒适的这种范围啊，让自己能够觉得很轻松。那么自然而然，你看自由的这种灵性啊，自由的这种精神啊，就会回到你的身上，就会回到你们关系的身上，你们的关系就能够越来越好了。所以呢，这里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我今天所帮你们看到，从他的内心来看你的一个重要程度，以及你在他心中当下的一个高度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那希望呢，这些讯息能够帮助到你。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一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一颗扁扁平平的这一个贝壳，很漂亮，白色的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呢是要来看就是从他的内心，从当下你心里很喜欢、你很在乎的这个人，从他的内心世界来看一下你当下在他心中的一个重要程度，你在他心中的一个高度是否是他心中的当下第一名 ？OK， 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我为大家就是提前抽到的指引牌，上面是 Ask for Help。这张牌卡呢，除了我们从字面上看到的，就是去询问或者是去得到一些帮助以外这张牌让我看到了一种召唤，一种渴望，一种心里非常希望被理解、被听见的感觉。所以当下呢，其实从这个指引牌的能量当中我听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这里的这段关系，或者是你们的这段感情当下的这个能量在告诉我，你们可能有一些信息，有一些可能想法上的东西没有真正的沟通好，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就是之间有一个什么距离，就是让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真正的到达你们心中可能很期待的一个地方。OK， 所以我们这边从这张指引牌里，我看到有人非常的渴望能够得到帮助，能够得到一些理解，能够得到一些回应，能够解决当下的一个难题或者是困难所以说遇到了问题，第3组牌的朋友，这段关系遇到了问题，或者是这段关系遇到了一个卡住你们的东西ask for help。不是不能解决，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人需要去主动的说明，有一个人需要主动的去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分享出来，这样子你们两个人才能够同时到达同一个高度。就像我刚才讲可能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非常需要帮助，但是呢，却没有让另外一个人知道，而另外一个人呢，可能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对方没有问题，或者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一个人需要帮助，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很急躁的不懂，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有一定的误差，或者是时间差、距离差、想法的差异，对吧？ Ask for help。 所以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当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能量围绕在这里。好，我们现在呢来进入到今天的验证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选择第3组牌的朋友 Ask for help 需要这个帮助了我们要去询问一些帮助，或者是主动的去寻求帮助，把自己的需要发声，让对方能够听见，对吧？或者是有一个人内心在召唤着你对他的一种理解，或者是你对他的一种关注好，我们这边的第1张牌 The Lovers 恋人牌，哇，牌好多呀！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是圣杯5、金币10，哇，金币8，宝剑国王，好。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其实你们两个人有这种，有一点那种像是缘分缘分非常深的感觉。你们两个人对彼此来讲，你们可能会有那种非常强烈的熟悉感，而且呢，你们会觉得彼此就是对方是自己在等的人，那他也会觉得你是他一直在等的这个人
The Lovers， 就是感觉到两个人的这种机缘巧合，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那一瞬间一刹那所擦出的火花，以及在你们心中所擦出来的那种心动的感觉，是你们很难就是可以去忽略不计，绝对没有办法。就是你们会有那种第三组牌的朋友，这段关系就是让你们觉得很惊喜很惊艳，然后呢很美好，想要好好的珍惜。因为这个人你们能够感觉得到，就是自己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对吧？ The Lovers。 我们这边呢还出现了圣杯5、金币10和金币8啊，这些能量在告诉我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这段关系呢经历了一些损失，你们经历了一些所谓的情感上的伤心和难过啊。圣杯5这段关系里面呢，我看到有一个人其实非常的痛苦。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也许你们来看的这段关系啊，当然这个不是所有的，我就是听到了一个小部分的族群的朋友，这段关系是你们分手的朋友，就是有分手的对象，你们也许当下心中想去看的这个人，就是跟你当下是不是有分手的能量啊，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断联了，你们两个人被别人拆散了，你们两个人被什么事情给分开了。我听到非常强烈的这个能量啊，因为我这边看到了金币10，我看到了金币8，你们分开的原因，你们这段感情啊，就是出现了问题的原因，其实是不是因为感情？因为我们这里是恋人牌嘛，说明你们的这段关系，你们两个人是非常相爱彼此的非常爱彼此。但是呢，你们两个人当下又有一个人在，就是那种召唤在呼喊，在渴望有帮助可以降临来拯救自己的心，来拯救这段关系。而我们这边看到了金币10、金币8，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这段关系有可能是被怎么讲呢？可能家人不是很赞同，或者是你们的这段关系有违背一个比较传统的，就是别人觉得应该怎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你们觉得是非常适合相恋和恋爱的两个人，可是呢，却不是真正适合走入家庭的。也许你们的心里对这个能量是有感应的，但是你们又非常希望这段感情这一段很难遇到的这个特别的人，能够真正的跟你们的关系可以定下来，成为真正的家人，但是又很难，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到，对吧？还有一部分朋友这段关系里我还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你们也有可能就是在感情里被分开的原因是因为有关于工作，有关于事业，有关于一些其他的事情。你们可能不太希望就是因为这段感情而影响了自己的或者是对方的工作、事业和前途所以说这段感情如果当下真的有这种圣杯5这种像是损失了或者是丢失了这段感情的伤心的朋友我看到就说，也许你们的这种放手是一种成全，是你们选择爱他的方式，但是你们的内心其实非常的痛苦，或者是你们心中其实很希望有另外一种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所以你看我们这里ask for help， 这边有可能是对方对你的一种期盼，就是他非常希望能够有另外一种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他非常希望你能够听到他真实的声音，他真正对你的这种感觉，他真正对你爱的召唤。所以当下这个是宝剑国王，什么意思？你们当下都在做决定，你们当下都在非常认真的去想该怎么办呢？现在你们在想你们在思考你们在决定对吧？宝剑国王，而且这个决定或者是这个定论当下所下的这个结论，或者是当下未来可能会下的这个定论就是很关键很重要。其实这里有一部分的朋友，有些事情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OK， 我已经听到了一个定论，也许我已经给了一个定论，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无论这个定论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结论它是一个时间点的定论。那定论有没有可能变？有。定论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直就定下来？也有。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下只看了这么多牌吧，我想告诉第三组牌的朋友就说无论你们经历的是当下已经定论了，就是已经有一个说法，或者是对方已经给了你一个什么样子的结论，还是说你已经给了他一个什么样子你的想法，还是说你们未来或者是当下正在做这个重要的决定，或者是做这样子
对这段关系重要的定论的话，我都想告诉你们，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在变化的。也许当下你心里想的是这就是死论，这就是最后的那个结论，但是呢，不到最后谁都不知道，对吧？不到最后谁都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啊，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来抽一张这个牌吧。我们来占卜啊，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个主题，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啊。我们来看的是从他的内心来看你的重要程度啊。我们来看一下第3副牌组的朋友啊，从他的内心来看你的重要程度。我们来问宇宙，好，宇宙，请你告诉我啊，选择第3组牌的朋友，他的心中你的重要程度。好，我们这里翻开2张啊，我们就是这2张。OK， Ice Queen， Ringmaster of Scrutiny。OK， 好，我们拿近一点。首先呢，我们来看这张牌 Ice Queen。第一个能量啊，呢，先说个好的吧。好，先说个好的。你在他的心目当中位置非常的高，你是女皇，你是皇后，对吧？你是女皇，你是皇后，或者是说你是国王，你是那个王子。我觉得你们的这段关系跟缘分啊，就是在他的心中，你的一个位置绝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当下这个人一定啊，就是对你第3组牌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喜欢。我们看到了恋人牌，在圣杯5的背后还有圣杯2，也就是说你们的这段关系绝对是2个人非常爱的、非常相爱的一个2个人。 OK 的 Ice Queen。 那这个人呢，他觉得你非常美好，但是呢，我看到就是对方给你的一个评价，就是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点严格，你们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冷漠，你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冷淡，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在这段感情里就是表现出来的有一点没有对方热情啊，没有对方热情。可能第3副牌的朋友啊，就是在感情里面，或者是说在这个人的面前，你可能会展现出了一些你的决绝。因为我看到了这里啊，你们的能量当中有宝剑国王以及前面的这些牌卡。有些朋友呢，你对他当下的这种冷淡或者是抽离，或者是对他有一点狠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不爱，相对应的是因为你非常非常的爱，你非常的喜欢这个人，非常的在乎他。你曾经一心啊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你一心在找的这个对象啊，但是之所以你会这么的淡，是因为你很怕自己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承认，或者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走出来。当下的这个决定，当下你的冷淡是为了你曾经所下的这个决心，就是去为他落实啊。我听到是落实，所以说有些朋友第3组的对方其实非常不接受你给他的这个结论，他不接受你对他的冷淡，他不接受你对他的分手，他不接受你对他的断联，他不接受你对他的拒绝，他不接受他非常非常的拒绝。所以说我看到这个人其实会觉得有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把话说清楚，他其实非常的不相信你当下告诉他的这个原因，他不相信你告诉他的这个结论，他也不相信你对你们之间的未来就是毫无期盼，对吧？他觉得你是有所保留的，他觉得你没有真正的把你心中真正的想法，你心中真正的渴望就是告诉他。可是呢，对于第3副牌的朋友来讲我就是看到从对方的这个能量当中去看你嘛，就是你当下也许在用了一个你觉得最对的、最有智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面对这段关系，在面对这段情感。也许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里出现了一些就是你觉得不可抗力的因素，或者是你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他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原因，否则不会阻拦你就不爱他。因为我看到你对他的感情其实是跟他一样那么的炙热，那么的浓烈。如果说他看到你的那一眼，他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眼定终身的话，其实你在看到他那一眼的时候你也定了。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人在情感层面对彼此的热情，对彼此的爱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是对等的。可是呢，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刚才我有大概看了一下，就是你们出现的这个问题，出现的这个障碍是你不能接受的，违背了你的原则，违背了你的底线，违背了你的比方说道德标准等等一系列的
对吧？所以你当下只能够采取不行动、不主动，拒绝他，做出最正确的事情，来让自己不越界，来让自己 OK 不去改变，因为你不想改变自己嘛，对不对？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不想改变自己，你不想因为他而把所有的底线、所有的原则全部打破，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所以我看到了你在用一种冷处理的方式来处理当下的这段情分啊，来处理当下的这段关系。可是呢，在对方的心里啊，你的这种冷，你的这种拒绝，你的这种不回应或者是冷淡，其实让他对你有更多的渴望，让他对你有更多的就是向往的 Ice Queen。好，这是第1张牌。我们的第2张牌啊是这个，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较的抠细节，比较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像怎么讲？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比较的有这种审判呐，或者是怎么讲？就是有批判的精神呐，这种啊。所以说这张牌呢，什么感觉啊？给我的这个能量就是对方可能觉得有的时候呢，你不用那么的就是抓细节，你不需要把什么事情都一定研究和弄得那么的清楚，那么的透彻，或者是什么事情你一定要黑白分明啊。对方觉得有的时候你太过于谨慎，你太过于的就是去把很多事情分得很清。那同时呢，对方也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就是成熟的个体，因为当一个人就是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是很难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审视。那第3组牌的朋友，其实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你的强大，你无论对于自己的工作、事业、学习、学业啊，我们所谓个人成长方面，还是你去向外连接，我看到你都有非常高的标准，你有非常高的这种期待值。也许在生活层面，你本来就是一个要求很高各个方面要求都高，追求完美的一个个性。所以在面对你非常喜欢的这个人的时候，你也同样的就是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爱，因为自己的情而放低了这个标准。所以你们对他的要求也非常的高，对这段关系你们也有非常非常高的期待。那么当对方做出一些事情，或者是对方让你知道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你没有办法接受的，或者是在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他做了你不能够接受的，对吧？你就不能够轻易的放开他，不能轻易的放过他。也许你曾经也原谅过，你曾经也我们所谓的算了，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一些同样的错误和问题的话，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不会放过他，你们一定会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你不能做，这件事情你不能这样对我，对吧？所以说在这个人看来就是你其实对很多事情是比较是非分明的。第3组牌的朋友，哪怕在感情里，你也不会因为很爱而冲昏自己的头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无论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你都已经赢得了对方对你的尊重，你已经赢得了对方对你的，我觉得是一种不敢轻易对你的这种能量，这种决心。他也能够看到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未来，以及你对你们关系的明确的未来。他知道你想要什么，说白了他非常清楚你想要什么，你心中的这个目标，你心中对这段关系你的期待是什么，都在细节里，都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行动当中，不是用嘴巴说的，而是你在做。所以这个人呢，他知道他不能够随便，他也不能够OK 就是蒙混过关，他必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他必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承诺，他也必须得拿出实实在在解决你们当下问题的一个方法或者是方案，否则的话他可能没有机会。所以这个人清楚的意识到了他必须得解决，他必须得做点什么，他必须得行动起来，否则这段关系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你的性格当中有这种很坚定的能量第3组牌的朋友，那么你在他的心中，我刚才讲过，首先呢，你的这种美丽或者是魅力你的这种气质你的帅气等等已经绝对的赢得了这个人对你的芳心和喜爱。在你们具体相处
下来，我看到这个人对你的这种尊敬啊，对你的尊敬，对你的敬佩之情也是油然而生的。那么这个人也能够感觉到啊，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你的能量当中，其实阴阳的能量是同时存在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温柔，因为你很爱他，但有的时候你也会非常的严格，因为你有自己的底线，你就是守得住的那一种。所以这个人呢，你看 ask for help， 他其实心里啊，就是无论他现在是在频繁的跟你联络，在寻求你的原谅，在找你跟你聊，还是说在生活层面能够遇见你跟你去对话，还是说当下他可能已经被你拉黑，被你拒绝被你断联，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在他的世界里，在他的能量磁场当中，他都在召唤着你。说白了，他想把你显化到他的生活里他想显化你去他的生活。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也许从你的视角去看，你觉得你自己当下也许并不是他内心当中最在意最在乎的那个人，但是事实上我看到从他的内心里你就是他心中最在意的，你就是他当下最想显化的，你就是他现在最想得到最想拥有的那个人。我们这边看到了双子座双子座，我看到了处女座，我看到了天秤座，我看到了摩羯座。OK， 我们这边有一些星座能量在这边，我觉得能量是比较浓烈的就是有跑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有看到现实层面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现实层面来看一下，在他的心里你的重要程度究竟是如何的，你在他心中的这个高度，你是不是他当下心中的第一名我们来看一下。好，你就告诉我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OK， 第一张牌圣杯4，这个是绿人。 OK OK， 好，看到了一些你们的讯息我们来抽10元素5 The Wheel 命运之轮。好，好，我们就抽这几张牌OK 了。我们这边还出现了白羊座的能量白羊座，水瓶座。那当下他怎么看当下这个人，我就看到说这个人呢，觉得你当下就是没有给他希望的回应。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当下呢，其实你对他给你的这一种回应，或者是你当下对他给你的这种承诺的程度，或者是当下他给你的这种交流，其实你是不太满意的。我看到你不是特别的满意你觉得他可以给你更多，你觉得他有能力给你更多，但是他却没有。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导致了你其实当下对他是有一点失望的，而他的内心也看到了你对他的不满意，你对他的失望，你对他更高的要求，他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第一张牌我们这个水元素4这种能量就是给人的感觉你不满意他，你不开心他，那他都看在眼里他都看在眼里。其实这边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也有可能就是说不是那么的会讨你芳心吧，或者是说他没有真正抓到你真正需要他的那些很关键的点，他也许弄错了他也许在感情里没有那么聪明，有点笨笨的 OK， 但是呢我看到你对他有很高的要求你对他有很高的要求。我们这里有恋人牌，肯定的，当你遇到一个这么满意的你其实对他非常满意，你很喜欢，所以你就是对他要求会很高。但是他呢不一定就是在这个对应的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他做什么事情能让你最满意呢？他说什么话能够让你最开心呢？或者是说他怎么样去计划你们的未来才是你最想要的呢？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我觉得也需要你们有更多的沟通，有更多的理解吧。第二张牌是 The Green Man， 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觉得这段关系里，无论是你当下觉得走到哪里是怎么回事，其实在这个人的心中是觉得你在这段关系里有绝对的主导和话语权。
他觉得你在感情里有非常坚定的那种能量，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你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得到。The Green Man 他也能够感觉到，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或者是你们曾经在一起的时候，他感觉到你对他的那种包围的感觉，你对他的那种保护的能量，他很喜欢。但是呢这种能量同时也是另外一面，就是说当他触犯到你的时候，他也同样会被这种能量所攻击，对不对？所以他能够感觉到，就是这段感情他必须得认真起来，他必须得对你更好起来。第3张牌是10元素5，他觉得你们的这段爱这段感情，这段情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能够真正落实下来的。其实呢，在这里我也看到这个人的内心当下有一点孤单。我们这里 ask for help 和这个10元素5，我都看到这个人内心的孤单感。他其实相信你们的感情能够经历这样子的一次暴风雨，你们能够从这样子的一次挫折或者是阻碍面前吧，就是能够挺过来，并且能够成功的胜利，或者是成功的到达你们心中真正想要的地方。他现在不仅仅需要的是可能一些资源，可能是家人的理解，可能是工作对他的配合。其实当下的他也在召唤着宇宙能够给他更多的能量，给他更多的好运让你们的关系可以和好如初，让你们的感情可以真正的升级和升华。他现在需要外界，他需要外力去给他更多的，我觉得是运气也好，帮助也好，理解也好。当下的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希望你们的感情能够真正的突破，到达一个全新的地方。所以说当下的他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说你觉得当下这个人，或者是当下你们的关系里面，你觉得你其实才是真正没有被理解的，你其实才是真正被他就是遗忘的，或者是你觉得过去的一段时间他做的事情，他给你的反应让你觉得很不满意的话，那么当下呢，这个人有在反悔着，有在检讨着自己，同时也在思考着怎么样去弥补，怎么样去让你原谅，或者是怎么样让你们的关系可以真正的往前走。他有想这个。而当下的这个人呢，其实内心是有一点小脆弱的而且这个人我看到在你的面前，他愿意让自己降低身份，愿意让自己变得就是可能也有点像小孩子一样，有一点向你去耍赖，因为他觉得你应该可以的，你应该允许他。那么我们的命运之轮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人相信命运，而且他相信你是命运给他安排的，你就是他生命当中那个被牵着红线也好，是被宇宙安排也罢 OK， 他觉得你是他生命当中那个非常奇特的缘分，不想丢掉你，不想丢失你，他想抓住你第3组牌的朋友 The Wheel， 他希望命运的轮子能够为你们停下来，让你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遇见，并且能够停留在彼此的生命里面 The Wheel。 好，我们看到这里呢，让我们来看一个，就是看一下你们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好，宇宙告诉我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段关系好，8号牌Manifestation， 你们是天空中的2颗星，在很久以前许愿来到我们的地球，要相遇，要相爱。那么你们当下在做的这件事情，你们当下的这一份缘分我们从宇宙的维度去看的话，那么你们就是在把这段缘分真正的实现，真正的显化在我们的地球之上。所以说第3副牌的朋友，其实这段缘分我觉得你们不用去怀疑它，你现在心中想测的这个人跟你的缘分不一般，你们也同样是彼此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段缘，非常重要的这个人，是你们曾经相互彼此都许过诺言的，或者是说你们曾经都相互彼此向宇宙下过订单的。所以你们的相遇有巧合性，有这种同步性，有这种时间的一些非常巧合的地点。
而当下你们在做的，你们当下所经历的，就是让你们的这一段情，你们曾经的誓言或者是诺言，真正的变成现实。那你们就需要去，比方讲啊，去感受在我们地球之上啊，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去相处。在地球上，异性的能量啊，我们所谓的异性能量就是阳性能量跟阴性能量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去融合。也许你有阳性能量跟阴性能量的这个两边都有，但对方也同样拥有啊，对方也是阴阳能量的一个总合体啊。你们要怎么样去让彼此的阴阳能量去融合的很好，去相互的理解，而且是把两个人融合成一个更加频率更高、带有更多爱的一个集合体呢？从情感层面，从两个人的相处层面，还有你们怎么样去面对现实外界层面，对吧？怎么样去沟通，这是你们需要去学习，你们需要去共同面对、共同解决的一些课题。一边相处，一边相爱，一边成长，一边两个人同时变得更好。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一个指引，关于这段关系，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有怎样的提点，有怎样的话语想要对你说。第一张牌 Boundaries 边界线，第二张牌 Limitless 就是没有限制的，对吧？第三张牌是 Destiny 命运。好，第一张牌Boundaries， 宇宙说你需要在你自己的身边或者是周围放一个圆圈圈 ，OK， 在你周围放一个圆圈圈，在你能量磁场的周围放一个圆圈圈。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轻易的被它影响，不要轻易的被外界能量所干扰。这边呢有一部分我看到是他对你的影响，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到是外界给你的干扰，也许是这个人的家庭，也许是这个人的工作，也许是你们两个人相处环境里的一些人事物给你们的干扰。宇宙希望你能够去相信、去信仰你们的这份爱情，而不被这些外界的能量所干扰，尤其不要干扰你自己。Boundaries， 你需要对自己心中的希望，你对自己心中的梦想，你对自己心中的一个爱，要有一定的方向感。好。第二张牌是 Limitless，宇宙说在这段感情里，在这一段情缘当中，你是没有极限的，你是那颗最亮的星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也不需要去一定说自己怎样才是最好最完美。宇宙希望你能够相信当下的自己，你就是最完美的，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你值得拥有这段爱情，如果你想要的话。不要用一些比方说社会里或者是我们大众眼光的一些标准来圈或者是框自己。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做成那个所谓的标准，因为没有标准。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已经最好了，你就值得拥有这份爱情，你不需要去改变自己。这种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自己想改变，你想提高，你想升级 OK， 但是你不需要去因为别人的声音而改变你的自己，对不对？ Limitless， 要强大，要自信 OK。 那么第三张牌非常明显宇宙在这里呢也给了你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指引。他说命运不在天空和星空之上，命运在你的心里。意思就是说，这段感情，这段关系，你对他是怎样的评价呢？你对宇宙给你安排的这个人，或者是你命运当中当下所遇到的他，你是怎样的想法呢？命运有的时候也不在星空之上我们去向宇宙祈祷一定要怎样，或者是我们所谓宇宙会给我们安排什么。如果你相信，就去勇敢；如果你相信，你也可以主动；如果你相信，你也可以去询问。有的时候命运其实也确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宇宙已经做到了它的部分，就是让你们相遇，而真正的缘分能否连结，能否真正的走到一起，有的时候也在于你们的心，你们对于这段关系的方向感。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所帮你们看到从他的内心来看你的重要程度。
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你，也希望呢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可以显化成功，迎接自己的命中注定。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哦，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